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住了1个晚上，这下面就真的只能睡1个人，上铺也是只能睡1个人。可是这次我订的房型可以住到1到3人的，那到了第3个人要睡哪里呢？原来第3个人你可以睡在这个沙发上，寻找招财猫。在这楼梯的底下呢，真的有看到一只招财猫，来把它打开来，结果发现这棉被要3000块，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多使用1套棉被的话，你就要多付这个 set 的钱，看清楚再订这个房型。其实我自己搭过7、8次，看出来有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通往的位置呢是在。Hello， 我是头马，现在收看的是头马南马后手。看到我后面 Homo 7就知道我今天来到的是星野集团。想知道头马在 Homo 玩了哪些东西吗？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别忘了先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就里面见喽，一起马球。Homo 7的柜台在2楼，从1楼可以坐长长的电梯上来到2楼。这2楼呢其实是平行金星宫站，所以从这2楼看过去呢，就可以看到列车在行驶。这里 check in 的方式呢是会先寄一个 QR code 给你，你利用这个 QR code， 然后服务人员会带你再去做 check in 的动作。马上可以看到非常多圆圆的东西，大阪的名物章鱼烧，一颗一颗的。所以后面这一个加了美乃滋。穿过章鱼烧走廊后，才会正式进入 Homo 7的大厅。这个柜台居然还有提供充电的插座，怎么那么贴心？我身后的这一个大地图跟房间的一样，有把所有大阪20各样好吃好玩的东西都记载在上面了。当然这边也有一些限定的活动，你可以自由的参加。在这里可以休息的地方真的很多。有很多蓝骨头的沙发，或是各式各样可以办公的座位，然后可以面对的金星宫车站，还有前面的一个大草原，坐在这边真的还蛮惬意的。早餐的部分也是 buffet， 晚餐的部分好像有特别的法式料理的。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决定要吃什么的话，看看它晚餐料理值不值得。来到日本怎么可以少得了浴衣？这边的浴衣也可以统统都自由的拿去，它有分大人的或是小孩的，还有你各式各样的备品都可以在这边拿。进电梯的地方非常可爱，有超多的招财猫，仿佛就在说欢迎你来到大阪。整个旅馆一个往东向，一个往西向，长长的走廊，每个房间都有代表的图案。像我这次住的呢是河豚，一进房间就特别写请脱鞋。我们住的第1个晚上所选的房型很可爱，叫做当阶段的意思，所以代表这个房间有小小的楼梯。一进房间看到的整个长方形的玻璃窗，这边看出去呢就可以看到通天阁。现在回到我们的玄关，入口进来是长毛地毯，墙上有一面全身镜。左边第1个门是浴室，浴室里面有浴缸，洗手台在浴室外面，底下有置物空间，垃圾桶、吹风机、毛巾都在这。然后左边这个整个就是床，这一面是开放式的衣架。这个床可爱的地方是分上下2铺，好像那种胶囊旅馆的概念。然后这有 OMO 的抱枕，再往里面走，这整个空间都是客厅。它的厕所在哪里呢？厕所在另外一边。日本都喜欢浴室跟厕所是分开。地板呢是榻榻米的，把和风的概念加进来。这沙发在那边躺着也是很舒服。接着我们就可以走上小楼梯，2楼的小阁楼。哇，这也可以睡1个人，还蛮温馨的。每个床铺旁边都有阅读灯、灯光的控制面板、USB 插座，全部都在这边。以上呢就是这一间当的房型。这是我们所住的第2间房间，名字叫做 Itobata。那一进来门口会看到一个全身镜，脱掉鞋子走上榻榻米之后，视野非常的开阔。这个窗呢也都是采用21:9的那种概念。主要呢这个房型呢是1到4的是基本款，就是有1、2，右边3、4。非常的大，网络上会写4到6个人，请千万要记得，另外多2个人，它是没有床铺的。如果你需要枕头跟棉被的找标有招财猫，就是跟你伸手要钱。把这个打开来呢，对寝具一套呢，你要多付3000块。在这一个的小空间里面，
床非常的软，还有2个枕头，这上面有衣架，这旁边就是电器开关插座，可以完全的沉浸在自己的小房间里。走进浴室发现镜子非常大，这个房型住的人比较多，所以有2个洗手台。浴室备品是提供大罐的，记得味道蛮香的。浴缸虽然比较小，只能半身坐在里面，不能躺平，但整体空间还是深的。既然叫做伊托巴达，意思是形容全家人在一起开一个小组会议，我们就可以靠着这一面墙啊，要去道顿窟，还是要去新斋桥，往北边走去个梅田逛街啊，还是要去逛逛大阪城，最后结束了再去个黑门市场，回到新世界，明天呢再去环球影城。关于大阪的行程都可以在我们现在这张桌子上面进行讨论。这张大桌子的旁边也是有附插座的，还有另外没有说到，冰箱有附的是空罐子，可以拿到楼层中间去装水。除了水之外，还有冰块，还有微波炉。如果你要买东西回来的话，可以在那边加热哦。也有贩卖机，基本矿泉水、绿茶、麦茶、可口可乐、QO， 好久没看到它。在我后面的活动，目前他在说环球影城的攻略，不过非常可惜，它只有日文的版本。如果你听得懂日文的话，你可以过来这边听听看。在 Omo7 提供的浴衣，每一件的款式还是有不同小小的图案。像我身上的这一件呢，除了有基本的 logo 之外，像它是侧边呢有代表大阪的一些图腾，所以呢还蛮好玩的。这浴衣看了都想把它带回家了，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卖，答案是没有啦。住在 Omo7 也有温泉可以泡，不过里面它有说是大浴场，这边住宿呢要另外1个人要付1000元，在柜台先买入汤券，别忘了要带房卡过来才可以进去哦。而且8一直到10点都会有烟火的活动，而且每次是5分钟。会场呢，你可以拿这个小灯笼，然后也有免费的章鱼烧，还有免费啤酒喝到饱，就是这样子。每天晚上呢，后面的大楼有电子的烟火，还蛮可爱的。如果你有来住在这里的话呢，一定要穿着浴衣，然后过来这边体验看看，还蛮酷的。我们来吃吃看最想要吃的 takoyaki。新野的章鱼小丸子是比较 Q 的，不像道顿窟那边卖的比较像豆腐，它可能用的比较久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又是一天的早晨了。浴室里面的杯子上面有树枝，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怕拿错。我现在要准备整理行李了。这里的交通很方便 ，JR 或是要回机场、南海线，是去环球影城都还蛮近的。然后附近还有一个唐吉诃德，也接近通天阁，晚上也很热闹。房间的隔音还不错，但是在房间内还是会听到电车经过的声音。我觉得最方便的是楼下的行李柜，不管是你 check out 之后还想在大阪逛一逛，如果有空位的话，可以随时的放行李进去。另外这次我没有付早餐跟晚餐，因为想说大阪是美食天堂，有蛮多东西可以吃的。新津宫算是一个正在改变地区，以前大家都知道通天阁在日本的印象中是非常的杂乱。经过这么多年，现在又多了一个Hoshinoya，相信可以带给日本大阪有一个全新的改变。像就是我这次住在新野 Omo7 的一些小心得。如果你有来到大阪旅行的话，也可以考虑到这间。好，我是头马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拜拜 Omo7， 下次我要再去找更多的 Omo 系列来住哦，拜拜。一进到新野 Omo7 就有 Billy Cat 迎接着我们哦。我发现这里也蛮聪明的，在这个平台的底下又挖一些洞，这些洞呢你可以平常用来放最恼人的行李箱。如果你忘记你住哪一间房间的话，至少你可以记得住形状。像这次住的呢就是通天阁的1326房。